涅槃，铭文章中这段山河风云席卷。放眼风声之巅，踏碎重重试炼，天地任我推演。鹰飞又是一年，剑中埋藏陈年，悲喜摊开。再迎百门天关，心生万古祸乱不算。少年御剑作诗篇，因果浴血过江寒。燃尽3000风华，四方雷电山河险。谁言武道有万险？尽管造化有天变。10年间起点，恨怨是非皆淌血。冲天斩破无天，战云烟就有限。他云连我沉默成仙。上笔落下黄泉，谈笑间风云变。是朝中少年。弹指间续前线，青云之白发年。如罢休，人幻永不灭。狂澜九重天，将心与念传言。3年时间，突破到真人境武道3重巅峰，还不错。还是三公子教导有方，这孩子现在的修为都走在我前面了。姥姥早已踏入真人武道1重，那紫炎宗的传承也尽数融会贯通，谦虚了。这还得多谢三公子赐予我紫火星皇，才得以突破。紫火星皇乃紫炎宗传承之道，与神火诀真气可相融。你以真气包裹融合，便可感悟其中所藏传承。紫火星皇的焰心中，竟然蕴藏完整的紫炎宗武学传承，足以为我指明真人境的修行方向。多谢三公子。赤火姥姥参悟明白后，可以此教授弟子，自成一派。这一份暂存于库中，日后有立下大功或修行有成的弟子，便可以此作为赏赐。哎，师傅，还有一半焰心要做什么啊？哼。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师傅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看着我？出火罗，咬紧牙关。师傅，你干什么了？我将焰心纯化打入了你体内，从现在开始，随我去后山闭关，直至炼化，不然就会爆体而亡。什么？师傅，你疼我啊！结束了。终于将紫火星皇焰心炼化完了，天下无敌指日可待。好了，吵吵闹闹。师傅，你看，我现在是真人武道境第3重巅峰了。还行，紫火星皇焰心基本炼化了。真是的，表扬人都这么勉勉强强，师傅闷骚。哎，师傅啊，我怎么感觉你对紫炎宗很熟悉似的？而且你怎么知道秘传真言呀？天下之事，光怪陆离。这时候要与你说，你还不会明白。你只需要知道，我所知之广，远超出你们想象的千百倍。哇，那岂不是无所不知啊？师傅的大腿，我可要抱牢了。师傅，六如禅师来了。参见三公子。几年不见，老禅师可还安好？烂柯寺亦安好？老衲此番前来，后言祈求公子庇佑，只因烂柯寺怕是传承将断。芭修世界虽不比九幽，但寻常百姓信佛者众，烂柯寺怎会断了传承？烂柯寺本就缺乏传承，高阶弟子们不能上进。半个月之前，百越窟县令烂柯寺迁至他们领地之内，弟子们本就人心思动，
拜月窟。师傅，我们在紫炎宗打伤的，好像就是拜月窟的少主邱真君。拜月窟收编烂柯寺，明显是针对弃剑山庄。邱真君，不记得了。禅师别怕，10年之期未到，他们绝不敢违反8修使者的规矩。虽说如此，但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我担心他们会使手段。这要在8修立足，便无法避免的会与当地势力冲突。若放任不管，弃剑山庄的威信也会受损。此事必须处理。三公子，禅师无需担忧，此事我会处理。师傅，安德福说过拜月窟实力甚强，真的要和他们起冲突吗？正好，你去拜月窟一趟，命他们不准再搅扰我们领地下的宗门。我一个人啊？师傅，你确定？可是他们不肯从命，那要怎么办呀？如若不肯，我便亲自出马，诛绝拜月窟。诛绝拜月窟？师傅在这8修世界，也觉得自己是天下无敌吗？师傅让我去警告拜月窟，想必会当场翻脸吧，凶多吉少啊。既然师傅执意如此，我也只能去试试了。你是说，那前来拜访的九幽土著，竟是真人武道第3境？确实如此，几位师兄都已经探查过了。不可能！那楚火罗我3年前便见过，那时他还未入真人境。3年连升几级，这还是一个小丫头。她的背后还有一个破你拜月8法的高手。爹，他们会不会找到了什么遗失的传承，有所奇遇？奇遇？这倒是有过先例，偶尔有小宗门走了狗屎运，找到上古传承，短时间内突飞猛进。爹，我等修炼的拜月8法已然进入瓶颈，不能上进。倘若一举将弃剑山庄剿灭，占据传承，说不定拜月窟的实力能更进一步。弃剑山庄既然来人，那就先探探他们所为何来吧。拜月窟也不像大家说的那么不堪嘛。等等，这不会是让我放松警惕的手段吧？思来想去，都是师傅在坑我嘛。谁啊？认不出我，认不出我。你就是楚火罗吧？咱们在紫炎宗有过一面之缘。被认出来了。哎呀，邱公子大量，当日紫炎宗之事完全是误会。哼，当日被你们当众打脸，一时产生心魔，修为不进，还指望我大量？楚小姐修为大进，在下技不如人，还能说什么？此次前来，不知有何见教？他怎么还在气头上呀？哎呀，不管了。弃剑山庄旗下小宗回报，贵派要他们转投拜月窟，不知可有此事？是又怎么样？这就承认了？哎呀，这还怎么婉转啊？翻脸就翻脸，豁出去了！我师父说，妙儿等不准再搅扰弃剑山庄旗下宗门，若有再犯，他便亲自出手，诛绝拜月窟上下人等。